有个姑娘在那里的话，你不说你年纪大了啊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了怪呢？感谢兄弟们支持啊，那个一路辛苦了，也不容易，工厂就是在这里了，厂区就是我们清远的一个，就是我们做这个热水壶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星际大义的问题啊。星际大义有些人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，有些人也是模模糊糊。我就跟大家重视的讲一下这个工资的问题。工资我们是有保底16块钱一个小时，大家都明白吧？保底16块小时，我们还有一个烧散的，就是多劳多得的，还有一个上夜班的一个补贴。我们上夜班的补贴就是10块钱一个小时，从12点钟开始补，基本上都是上到早上的8点钟。一天晚上的话就是80块钱的这个夜班补贴，这个是另外给的啊。我们还有一个保底的16块钱，还有一个烧出产量的啊，就是烧散了就多劳多得。有些人说怎么去烧散？烧散它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们包时包计件在里面，你一天上班就是11个小时，你要完成多少量，烧出这个产量，就是烧出那一部分是多劳多得的。这样子讲，大家明白吧？明白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工资发放啊，工资发放我们是统一打到我们的这个银行卡，农商银行。有些人说我没有农商银行怎么办，哥哥？这个没有关系的啊，我们到时候的话，工厂这边会预约跟银行的人过来这里，统一给大家办理。如果有些人就是说那个银行卡办不了，就是关于一个征信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的，可是哥哥也不希望你们是其中的一个，能办的我们就办，不能办的我们就不办。不办的工资怎么发？我们可以发现金，我们工资可以发现金，我们每个月的15号发上个月的工资，大家明白啊？有些人说哥，那我做个2、3个月，有一个月我没在这里，那半个月我要拿现金的，那怎么发呢？我们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们申请离职以后，我们是15天提前申请离职，离职批以后，比如说你今天是星期六批下来了，那你星期一就可以拿到工资了啊。我们这个就短期工，明白吧？我们工厂这边是135发工资的，就是针对这些短期的，就是特殊情况离职的这种发放的，我们这些劳务工这种，就最后的那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的工资，不是拖到下个月的15号发的。这样子讲，大家明白吧？明白啊？因为我们就速战速决嘛，好不好？就是这种。就是说做1、2个月的那个，就是说当天，然后2、3天之后开始发放那种工资是吧？我们是1、3、5，也就是说周一、周三、周五发工资的。比如说你是那个星期二申请离职的，那如果星期三有可能会拿到工资，有可能就是星期五会拿到工资。如果赶得快的情况下，那就是星期三；赶不快可能会是星期五了。就是这样。就因为我们是短期的嘛，也不可能就说还有那个10天，还有一个半个月，还有个2、3天的工资，还要等到下个月的15号再统一打到你们的，这不是这样的啊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劳务的一个短期工，啊，这样子讲大家明白了啊。我们工资发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发？就是工厂这边是有保底的15块钱一个小时给到你们，可是我们劳务这边呢再多加了1块，就变成了16块，明白吧？因为我们招你们过来的话，就是说16块钱一个小时，对吧？比如说工厂这边是按照15块钱给你发了，那我们再补那1块，比如说你上260个小时啊，或者300个小时的，那我们就按照1个小时1块钱再补给你们，这样明白啊？还有一个关于借资的问题，我们上满1周才能借资的啊，就上满1周才能借资，借资1周不能超过300块钱，也就是在300块钱回来，啊，这是借资。我们还有一个饭卡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要滴卡吃饭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滴卡吃饭的。我们吃饭就是我们1个月就补贴260块钱，也就是相当于，1天10块钱，
不包含这个星期天在里面，因为这边工厂的话有一天是休息的啊，基本上有一天是休息。如果赶货的情况下，它是没有休息；如果不赶货的话，就会休息一天。每周的礼拜天都会休息。赶货的情况下就会加班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的饭卡是答应你们1个月补贴260啊。我们吃饭呢，就是早上就1到3块，中餐跟晚餐各5块。有些人说，想吃香的喝辣的啊，那吃好的，那你就额外的加钱。我们有一边是固定的，5块钱的多少个菜多少个菜，啊，包含饭，包含这个汤，啊，那边就是既有打的或者是多少钱多少钱，他那些有菜谱在那里的多少钱，比如说6块啊8块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有些人说，我吃5块的，5块的，然后呢我再来这边再加一个，比如猪脚焖活生啊，我再加一下，或者是白切鸡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啊，就是额外加的，你们自己加的，你们吃多少就打多少卡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工资跟饭卡、3补这些我们都讲明白了。接下来就是一个我们厂区的一个规定啊，因为我们进了工厂呢，我们在车间呢就不能抽烟了啊，在车间是不能抽烟的，车间那里有规定的区域给你们抽烟。我们是上2个小时，有1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啊，比如说上2个小时，中午上2个小时了，中间会有个10分钟给兄弟们休息啊，抽烟啊，上个厕所啊，或者是放松一下肩骨啊什么之类的啊。我们上班呢就不准穿这个短裤，不准穿凉鞋，还有这个拖鞋，在车间里面就不能穿了啊。这个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会给兄弟们会发一件这个工衣，我们上班呢就有那个工衣就统一着装了啊，就统一的啊，这个上班。这个工衣呢2件，就是2件，新的是30块钱1件。不过答应兄弟们，包括你们也答应我，能干满1个月啊，那这个工衣呢我们就不收钱，你们就好好退回来给我们啊，不然的话你干个10天半个月的话，那工衣肯定会扣的，30块钱1件，大家都是统一的啊，这个大家明白吧？水电费，宿舍是3到5个人住，水电费大家平摊，住宿不用钱，这个要跟你们说清楚，这个明白啊？还有一个我们抽烟的，关于抽烟这个呢，我们要多讲一下啊。抽烟的话，就是厂区里面就不能抽烟，它会有那些抽烟的地区给你们去抽啊。可是像我们平常在工厂走这些的话，也可以收，在宿舍也可以收的啊。不过宿舍抽的话要注意一下那个烟头啊，抽的话要灭掉，要注意一下卫生啊。像你们几个人一个宿舍的话，你们要注意一下卫生啊，不要搞得哇进去的话就要捂住嘴巴的那一种啊，那臭的要命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啊。这个宿舍的一个关于一个卫生问题啊，大家的话都要是注重一下。还有一个上班，每天的上下班都要打卡的啊，早上去上班也要打卡，你中午下完班以后吃饭也要打卡的，就是每一次上下班都要打卡啊，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，每天上下班都要打卡。还有一个最重点的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离职的，我们提前15天申请离职，分到哪个组的话，就要跟你们领导，你说你要到下个月的多少离职了，提前个15天跟你们的领导，然后呢，你们的领导会给那个申请的离职书给你们填写，然后提交上去，批了就 OK 了啊。我们要按正常流程走啊，兄弟们。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，就跟你们领导沟通，好吧？不能就是擅作主张的那一种。包括在岗也是一样，比如说你在那里上班了，比如说你临时有事情啊，你要离岗啊，或者这些，你就要跟你们的领导说怎么样啊，这个一定要说了啊，不能就擅自离岗，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好吧？这些是关于在工厂的一些问题。申请离职要提前15天申请，不管你们干的怎么样啊，如果家里面有特殊情况呢，那就特殊批，好吧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呢，我们就正常离职啊，一定要正常离职。
如果你们干了不干了跑了，那是没有工资的，你们没有正常离职，他是不给发放工资的啊，因为而且你们不发放工资了，你们不但你们损失，我们这边也损失。我们离职以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钥匙啊、工卡啊这些的话要交回来我们人事部这边啊，还有个钥匙，等下你们在那边住的话，可能要每个人有个宿舍钥匙。吃饭我们不用带餐具啊，前面都有消毒好的那个餐具了。我们去工厂上班的时候就自带一个水杯啊，你们自带一下水杯，买了水杯过去，要口渴的话要喝水的。宿舍的话就是被褥啊，这边各个方面的话，大家就自己安排自己的啦啊，就是这样。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？那个饭呢，如果烧完的话，进来送改。首先我会给你们算多少钱，然后你们吃完了呢，你们要跟我讲，我再叫人家帮你们冲。就是这样。假如说这个饭卡，如果我们没吃完的话，可以拖到下个月，还是自动消除啊？我们是补了260啊，看见你怎么吃。比如说你干不满1个月，那我们不可能给你补260啊。可是比如说你干满了1个月，你吃了130，那130就属于你的。我们说1就1，2就2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。哪怕你吃烧了，那你说郭哥，哎呀那个都不够吃，那你就自己贴钱咯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嘛。因为我们说什么东西呢？我们1就1，2就2，我们大家说清楚，摆在桌面上，手握先说在前头。我们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就摆在桌面上跟兄弟们讲，好吧？因为这东西的话，就1就1，我们也不是说在像我们宿舍那时候拍视频啊，对吧？郭哥这个厚那个厚，不会的啊。这个我们是实打实的啊，因为你们也有一些也是看着郭哥短视频，也是感觉郭哥这边比较靠谱啊，可以过来找工作，对吧？那你们过来的话，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这个努力去帮你们去做。如果感觉有什么问题了，也可以提出来啊。其他的兄弟们还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的话就尽管提出来，没有问题呢，这里是一份合同，还有一份这个个人的一个信息登记表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填表。等一下的话，我们还有领导过来再跟你们讲一下，简单的培训一下。还有一个啊，我们成功办理入职以后，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到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个大门口集合。我们到时候明天早上会有领导过去，点名带你们培训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关于白班、夜班、2班倒，这个跟兄弟们讲一下。我们夜班它是有补贴的，可是夜班就是个别而已，不敢给你们保证说一定能安排你们上夜班啊。就是如果分到白班，那就按照工厂的分配去执行去做就可以了。如果分到2班倒，那也可以，就是按照工厂去做。如果分到夜班，那就按照工厂去做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感觉说，郭哥能不能帮我问一下，能不能安排我上夜班？那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去问工厂这边能不能安排夜班。如果能安排夜班的话，我们就安排夜班；安排不了夜班的话，我们尽量以工厂这边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方式来做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你们身体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啊，腰啊对吧，手啊脚啊都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就好了。因为如果有问题呢，也可以提出来。你说郭哥，我这个腰啊，我当兵的时候这个好像搬不了重活，人事这边就以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条件给你匹配一下工作岗位，好吧？还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填表了，好吧？开始填表了。他要培训的时候算不算工资啊？啊？培训的时候算不算工资？你明天来上班就开始了。他培训的就是简单的讲解一些东西，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
签名写日期，这边这个就写今天的了。这写今天的。赵公子，你都又来了？干嘛不还你呢？上次来了，又说流水线坏，那这次就尽量安排流水线不坏的咯。对，安排个慢点。安排个慢点啊。对，安排适合这种年纪大的岗位给我。有个姑娘在那里的话，你不说你年纪大了，啊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了怪呢？干活的话，肯定安排一个年纪大的这种岗位啊，速度节奏慢一点啊。速度节奏慢一点，对吧？对呀、那怎么干得了？那就要回去躺。那行咯，郭哥的话就跟领导说一下，好吧？没问题。要真的好好干啊！必须啊，不好好干哪有钱挣？这是2进宫了。问题不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不要搞到第3次，那就不好玩了，好吧？没问题。好了啊，兄弟们啊，我们今天的培训就到此结束了。